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人是否长寿与遗传基因有一定的关系，但关系更为密切的则是人的生活习惯。世卫组织发言，一个人长寿的因素 60% 是取决于这个人的生活习惯，因此寿命不是天注定，它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上。让人健康长寿的10个生活习惯，做到的越多，你越容易长命百岁。10种被世界所公认的有助于长寿的生活习惯。长寿习惯第10名，勤晒太阳。经常晒太阳能够增强人体的新陈代谢，促进血液循环。老人晒太阳可以预防骨质疏松，还可以改善抑郁情绪，改善人体造血功能，起到预防贫血的作用。晒太阳还能够降低血压，降低患中风和心脏病的风险。丹麦的一项长达26年的研究发现，多晒太阳能够显著地延长寿命。即使是由于过度的暴晒诱发的皮肤癌的患者，平均寿命也比普通人长了6年。此外，瑞典卡罗林斯卡大学医学院同样针对近3万名女性进行了长达20年的追踪。研究人员发现，常晒太阳的吸烟者与躲着太阳的不吸烟者相比，两者的寿命相当。日晒时间最长的吸烟者，甚至比躲着太阳的不吸烟者还要长寿 0.2 至 2.1 岁。研究人员佩尔林德维斯特博士表示，虽然该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不晒太阳与吸烟并列为高死亡风险因素是能够成立的。这意味着不晒太阳已经成为了继吸烟、肥胖和不运动后，人类第4种典型的健康恶习。长寿习惯9，做家务。家务事做得好，说明大脑的规划统筹能力够好，将家中的物品收拾还原，也能够减缓记忆衰退，对放松和锻炼大脑都有好处。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研究了17个国家的13万人后发现，每周做5次时长半个小时的家务，就能够达到健身效果，甚至还可以使死亡率降低了 28%。 以体重50公斤女性活动30分钟为例，擦玻璃可以消耗84千卡，做饭能够消耗86千卡，收拾浴室、拖地、扫地消耗91千卡，洗衣服可以消耗105千卡。无论是遛狗还是洗衣做饭，比起久坐着常做家务的女性则显得更健康。不仅对女性如此，做家务对于男性也有诸多的好处。做家务的男性平均会延长1年寿命，其中常做园艺的男性能多活 2.7 年。在期刊《公共科学图书馆在线》发表了一篇来自香港中文大学关于做家务的研究。做家务可以减少中国男性的全因和癌症死亡率。结果显示，对于男性来说，经常做重型家务可以使癌症死亡的风险降低约 52%。 参与轻型家务的男性癌症死亡率可降低 67%。 长寿习惯8，做点游戏。做游戏能够挑战记忆力，脑子会越用越聪明。经常做一些挑战记忆力的游戏和活动，可以让我们的脑部得到更多的血液和营养供应，这可能会提升记忆能力，延缓大脑衰老。游戏还能够帮助老人缓解老年的孤独感，预防老年痴呆。游戏能有助于老人保持智力，包括记忆、推理和多任务处理能力等。游戏还可以丰富老年人的退休生活，排解空虚和孤独的不利情绪。长寿习惯7，每天睡午觉。哈佛公共健康学院对 2.4 万名的成年人的研究发现，与不午睡的人相比，5岁的人死于心脏病的可能性会降低 40%。 上海交通大学孙林教授和安徽芜湖的韩彩教授等人在英国医学杂志上在线发表了一篇研究论文。该研究表明，午睡能有效地预防老年痴呆，并且有规律的午睡还可以提高思维敏捷性。美国托马斯杰弗逊大学睡眠障碍研究中心主任卡尔道格哈米基认为，其实并不需要长时间的午睡，当有困意的时候，低下头，闭目养神，
效果也很好。长寿习惯6：刷牙。北京大学的医学研究团队曾经欧洲临床医学杂志发表过专业的研究调查。这项研究主要是针对于中国476293名人员进行了长达10年左右的随访调查。根据调查发现，调查者年龄在30到80岁之间，平均在51岁至52岁左右，大约有 89% 的人很少或者是从不刷牙。这项调查研究主要是针对于不刷牙与多种疾病发生与死亡关系之间的关系。研究人员以问卷调查的形式统计了调查者健康信息、生活方式以及口腔卫生情况。在这当中就包括了刷牙频率以及牙龈出血的状况，并且针对调查者进行了长达10年左右的随访调查。在调查过程当中，还针对调查者的死亡信息以及疾病的发病率进行了具体分析。调查发现，从不刷牙或者是很少刷牙的人，患有多种疾病及死亡的风险都会明显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上升 13%， 脑中风风险升高 6%， 脑出血风险升高 19%， 心肌梗死的风险升至 16%， 心肺疾病风险升至 24%，患癌风险升高至 8%， 患有肝硬化风险升高至 25%。 长寿习惯5：少吃红肉。英国医学杂志刊登的一项新研究发现，红肉吃得越多，8种疾病的死亡风险就越大，包括癌症、心脏病、呼吸道疾病、中风、糖尿病、肾病、肝病、阿尔兹海默症病。长寿习惯4：经常吃蔬菜和水果。经常吃蔬菜水果不仅能够补充维生素、矿物质和其他身体必需的营养素，预防肠癌等，还能改善心理状态，预防疾病。英国华威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每天吃7份水果蔬菜，每份约85克，一个中等大小香蕉的重量的人的心理健康状况最好。多吃水果蔬菜能够提升生活的满意度、心理健康和快乐感。长寿习惯3：每周能吃1条鱼。常吃鱼有一种关于长寿的说法，那就是白肉胜过红肉，没角的食物总比有角的好。鱼肉就是一种很常见的白肉，且还保证没有角，所以建议每周多吃一些鱼肉。肉中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 DHA， 又被称作是脑黄金，神经突触生长时必须的要素。补充 DHA 可以使脑部获得了充分的营养，增加人的记忆、反应与学习的能力。对于65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吃鱼还可以降低发生老年痴呆的危险性。鱼中的 EPA 也是人体必需的元素，它可以降血脂、防止动脉硬化和降低血液的粘稠度等。研究表明，人体多吸收 EPA 对于冠状动脉心脏病、高血压和炎症，例如风湿性关节炎的治疗有着显著的效果。最好每周能够保证1条鱼，但要注意是非油炸鱼。长寿习惯2：每周步行7小时。据新英格兰医学期刊的报道，一周步行3小时以上，可以降低 35% 到 40% 罹患心血管疾病风险。美国自然杂志也有报道称，60岁以上的人一周3天，每次步行45分钟以上，可以预防老年痴呆。一周步行7小时以上，则可降低 20% 乳腺癌的罹患率，对2型糖尿病有 50% 的疗效。长寿习惯1：多与人沟通。聊天是一个动脑的过程，老年人和人交流的过程也是锻炼反应和语言能力的脑部训练。老年人与周围人聊天，通过聊天可以释放自己的不良情绪，有利于身心健康，延缓衰老。老年人怕孤独，聊天可增加交往和接触更多人的机会，可以使老年人感受到生活的丰富多彩，从而保持舒畅的心情。而且一种美好的心情比食服良药还能够去除生理上的疲惫和痛楚。聊天还能够消除忧愁，解除烦恼，这对健康十分重要。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的话，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